鸡胸肉呢，大家都比较喜欢吃，因为它是高蛋白的，同时也是减脂的。但是你在家里面做呢，经常会遇到它做出来比较柴，不好吃，怎么办呢？今天教大家做6种。第一道呢，做一个凉拌鸡胸，夏天的话吃了嘎嘎瘦啊。片鸡胸肉的看清楚，大家看这个纹路，它是这样顺着长的，所以说我们片的时候就要斜着片进去啊。对，片的时候不要片得太薄，这个样子就好了。因为我们待会儿在锅里去烫一下，它就熟了。这里呢是一点小苏打，我们加点水给它稀释一下。你不要干的直接加到那个鸡胸肉里面，因为把它化成水融化之后，它更容易吸收。把这个肉啊稍微给它腌制一下，这个目的还是为了让这个鸡肉更加的嫩，一定要加点小苏打，因为它会比较的柴，没什么油脂。好，我们给它揉均匀之后呢，我们稍微腌个15分钟。这个呢，我们腌个15分钟之后呢，用清水给它冲洗掉，因为把里面的小苏打给它冲掉，再来腌制这个鸡胸。冲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用凉水去冲它，不要用热水去冲。好的，鸡胸肉呢洗过之后呢，我们再用这个厨房纸巾给它吸吸水分。腌的时候呢也非常简单，我们给少许的盐，一点白胡椒粉，一点葱段和这个姜片，我们去腌制它一起。给少许的生抽，给先揉一下。接着我们再给少许的生粉，就土豆淀粉，这样的话待会儿烫的时候呢可以形成保护层。最后我们再给少许的这个油去淋面一下。这个鸡胸肉在腌制的同时呢，我们就开始做一个小料，在碗中呢放少许这个蒜蓉、干葱碎、一点小米椒、辣椒粉、芝麻，来个2小勺一丢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加点葱花，烧个油，我们给它焗香一下。这个油呢，我们烧到这个5成热啊，直接给它浇下去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开始调味哈，给了1勺半的生抽，半勺的蚝油，1小勺的盐、白糖。好，这个陈醋呢，我们来个半勺或者香醋都可以啊。再来1小勺的芝麻香油。好，这个凉拌鸡胸的这个酸辣料呢，我们就调好了。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在这个锅中呢放入这个切好的鸡胸肉，一片片给它下在锅里，一定要给它摊开啊。我们用小火，你千万不要捡懒子一坨丢下去啊，一直丢下去，它待会儿全部脱芡了哈。尽量是一片片下去，它水一烫，它表面这个淀粉就形成保护层。中途呢，我们稍微给它翻面一下，因为有些它表面沁不到的，我们给它翻面一下，这样便于鸡肉更好的去熟。煮过2、3分钟，它基本上鸡胸肉就熟了，捞出来。好，我们沥干水分，给它装入盘中。这里呢，其实是我买的是400克的鸡胸肉，你一个人呢可能应该吃不了这么多，一个人嘛减半嘛，你要200克到300克就好了。最后我们再撒点葱花。第二个呢，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蔬菜鸡胸肉饼。这鸡胸肉呢，是我刚刚用刀给它剁出来的。你在家呢，绞肉机啊，或者是用刀剁都可以哈。焯过水的香菇粒，还有这个玉米粒，玉米粒也是煮熟的哈。因为这个的话，因为我们要煎，如果是你用生的玉米粒加在里面的话，你肯定是不一定煎得熟的哈。煮水给它煮熟，我们再来这种一起去和这个馅儿。胡萝卜呢也是我们加一半啊在里面，胡萝卜就不用焯水了。调味啊，基础的糖、盐，还有这个白胡椒粉。蚝油，一点点的生抽，少许的花雕，切碎的姜米，还有这个干葱碎、葱花，用手给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个肉啊，其实它是有一种粘性的哈。这种粘性之后呢，我们再加个鸡蛋，待会儿我们煎，如果你不加鸡蛋，你不加粉的话，它煎出来它很容易散掉，它就不成型。给3勺生粉在里面，生粉就是土豆淀粉哈。加了粉之后呢，将它搅拌均匀，这样我们把它摔出来，摔到这种胶质状态，非常粘手这种状态。这个你看，随便的搓成一个饼形就没有问题的哈。先一压就是一块鸡胸肉的饼。这个呢是非常简单的哈，这步我相信大家都能做，就找个平底锅，倒上油，团好的饼直接放在锅里就好了。好，基本上这里呢是250克的鸡胸肉，刚好可以做个7、8个就够了哈。就煎的时候火一定要小，油呢稍微少一丢丢。定型之后，我们稍微给它翻面一下啊。开小火，不要去动它，慢慢定型，这样煎出来就不会有特别多的油。其实这时候我们煎到这种两面金黄色哈，基本上就好了，基本上就熟了。看清楚，非常的诱人啊！这个。下面呢，给大家做一个满口爆汁的香煎鸡胸肉。首先呢，我们将这个鸡胸肉啊，因为它比较的厚，如果你现在是直接腌的话，它腌不透的，所以说我们中间给它片开一下，不要将它片断了哈，就这样啊，很简单。好，我们腌的时候给少许的盐，这个时候我们加点这个黑胡椒啊，因为我们是煎的，所以说就加点这黑胡椒。好，我们给少许的生抽，腌的时候我们再给点这个蚝油，一点的鸡放老抽，我们来一丢丢，增加它的颜色。这时候我们给它揉均匀，葱段和姜片一起去腌它，花雕酒，
先给它揉均匀，揉均匀之后，我们再来加这个生粉啊，来这个生粉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煎的时候，这个肉表面它有一层保护层，可以锁住这个肉的水分。好，我们腌好之后呢，放到旁边，我们腌个15分钟，再来煎它。煎锅里面倒点油，把它煎熟，油温一定要稍微高一点，高一点才会表面把这个鸡肉的水分锁住，像煎牛排一样，你不用说低温下去煎哈，记住哈，一定要高温。先不要去动它，煎的时候让它慢慢先定型，把表面这个让它锁住水分，我们再翻面煎它。好，我们让这个两面煎定型之后呢，我们给点少许的清水，这样去收它。好，我们给点生抽，好蚝油，和这个少许的白糖，和这个盐。接着我们最后再加点鸡饭老抽。好，我们盖上盖子，让它收一下汁儿，尽量把它收干、收稠一些。中途给它翻面一下，再把另外一边给它收一下，再盖上盖子，中小火慢慢去收它，收一下汁儿。扯低头芡啊，这样可以让这个汁水更好的挂在这个鸡肉上面，这样的芡汁会更浓稠一些。再过来，我们一定要找个这个熟的砧板和熟的刀哈。好，我们把刚煮熟的西兰花给它放2朵在上面，接着煮熟的玉米来几颗。好，最后我们浇上这个之前剩下的汁儿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因为鸡胸肉比较柴，但是我今天呢会用一个滑肉的方式来做一个番茄肉片汤。鸡胸肉呢，我们给它切成片，待会儿我们直接是滑的肉片，所以说切的就比较薄。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切厚了怎么办呢？或者说你没这种刀工，我教大家一个方法，把两面给它铺上这种淀粉啊，有土豆淀粉或者是玉米淀粉都可以，这样慢慢把它拍薄。这个呢就便于你家的新手，你确实没有这种刀工哈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就用棍子去敲它。通过这个锤子的方法，也可以将它锤得非常薄。这里呢是一点小苏打，我们加点清水给它稀释一下。因为这步呢，我们加这个苏打水的目的是让这个鸡胸肉更加的嫩。我们让它腌制一会儿，静止个10分钟。好，10分钟时间到了哈，我们接着给它冲洗一下。好，我们洗过的鸡胸肉呢放到碗中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加少许的盐和这个白胡椒粉，一丢丢生抽，来点花雕酒去揉。有个基础的一个底味，揉均匀过后呢，我们再加入少许的这种土豆淀粉，让表面形成一层土豆粉浆。淋点油，稍微给它封面一下，这个鸡胸肉片呢就腌好了。好，我们在锅里倒点油，少许的油，一丢丢姜、蒜米，还有这个洋葱、干葱碎哈，快速的下入这个番茄粒哈，我们下一半。这个目的呢是把这个番茄的果胶给它炒出来，这样的话你的番茄才会好吃。炒番沙哈，出沙之后呢，我们再下点这个番茄沙丝，增加这个番茄的味道。下面加入这个清水，让它熬煮一会儿。调味的时候很简单，我们还是给少许的盐、白糖、少许的生抽和蚝油。好，我们调完味之后呢，把这火开到最小火，让它微开的状态，我们去下入这个鸡胸肉片，一片一片的下啊，你不要一坨夸一倒进去啊，它全部粘在一起啊。下完之后我们先不要去动它，让它浸煮一会儿，不要使劲去动，使劲动的话，你就把表面的芡粉给它弄丢了。出锅前给少许的香油。最后我们再撒上点葱花，番茄肉片汤就做好了。下面这道呢，我准备用鸡胸肉做一个鸡胸肉蛋卷，再配上个碟子，真的是非常的 nice 哦。这个鸡胸肉里面呢，我们加点西兰花在里面，所以说呢，但是不能加生的，我们给它捣熟，再给它剁碎，给它捣得太趴，我们给它捞出来。捞出来以后，我们快速放入凉水中，让它去降温，这样的话可以防止它变黄啊。我们快速去降温。接下来这个西兰花呢，我们直接给它切碎就好了。待会儿我们加到那个鸡肉蓉里面。这鸡肉呢是我已经提前用刀剁蓉了，你在家里面做呢可以用机器搅。再加上这个剁碎的胡萝卜，西兰花呢，你提前把这个水稍微给它挤一下，把多水分给它挤干。好，调味呢，我们给少许的盐、白糖，这个就是白胡椒粉，一点蚝油，少许的生抽，花雕来一丢丢。接下来我们给它搅拌均匀。中途呢，我们打个鸡蛋在里面，一定要把它全部都搅拌均匀。之后呢，我们再加点这种土豆淀粉，这样增加它的粘性。好，这个馅儿呢基本上就和完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打3个鸡蛋，我们加少许的盐，鸡蛋给它打散。好，我们加点水淀粉呢，可以让那个鸡蛋更加的蓬松，因为待会儿我们可以要摊薄一点。这个时候我们找一个平底锅啊，在锅里稍微给它烧热之后，我们给点少许的油，下入这个蛋液啊，我们准备摊一个蛋饼。蛋皮摊薄一点啊，我们沿锅边倒点油。好，我们看到小火沿着锅边稍微给它传一下哈，它脱离之后基本上熟了啊。
掉下来了哈，兄弟们别慌，都会掉下来的哈。这一张完完整整的蛋饼哈，和好的肉馅直接铺在这个蛋皮哦，均匀的在这个蛋皮上面抹上一层这个鸡肉蓉，给它抹均匀。但这个呢不要太厚哈，太厚的话其实它的口感反而不太好。这不是说越厚越好，太厚的话就变成吃这个肉饼了啊，就是完全两个概念了。卷的时候就像这样，先从下面开始卷哈，下面推过去，一层一层的叠起来啊，慢慢的推过去，把这口子呢给它压在下面，这样呢我们蒸的时候它自然就会粘在一起。好，我们给它封上一层保鲜膜，大家尽量去买这种可以高温的保鲜膜，这样吃的对健康比较的 OK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放入锅中，我们蒸个12分钟，大火蒸个12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趁热呢，就稍微让它凉一下，我们做个改刀。邱老虎呢还是挺猛的。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做一道简直又美味的柠檬手撕鸡胸肉，水里边放点姜片、葱段、白胡椒粒、花雕酒一定要放哈。这个鸡胸肉呢，我们温水就直接下锅了哈，因为这个其实它没有什么血水的，已经洗过了在水里，多的血水已经浸泡出来了。我们直接温水下锅，开以后呢就调到最小的火，让它去微火状态去煮它，尽量让它是沁熟，而不是说大火给它煮熟的。这样的话可以让那个鸡胸肉更嫩一些。其实西餐里面有一种操作方法叫低温慢煮，就是在这个60度的情况下，或者65度左右，把鸡胸肉放在一个袋子里面，让它慢慢去沁煮，煮出来的鸡肉就比较的嫩。这个鸡肉呢，基本上就熟了。教大家一个方法，用个竹签或者是这种叉子去插一下哈，只要它里面没有冒这个血水，这个肉基本上就熟了。我们给它捞出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找个玻璃碗，快速的给它撕在这玻璃碗中，再用手给它撕开就好了。好，撕完之后呢，我们接着来调一个汁儿。我们给点少许的蒜蓉、葱花、小米辣，再来点那个辣椒粉，撒点芝麻。我们让这个油烧到5成热之后呢，给它去香一下。这个碗你要选那种可以高温的玻璃碗哈，如果你没有这种高温玻璃碗，就选一个这种不锈钢的铁碗。好，直接在碗中调少许的生抽，来个3勺生抽，1小勺的蚝油，凉菜的话可以加点白糖，少许再来点陈醋，1小勺的盐，芝麻香油。最后我们再加点这个刚刚我们煮鸡胸肉的这个鸡汤，加点这个鸡汤，一下给它搅拌均匀。好，这个汁儿就调好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先加入洋葱丝儿，给点葱段、香菜梗。这个呢，黄柠檬我们加几片在里面哈，剩下的呢再挤点水在里面。好，这个黄柠檬呢一定要把这个籽给它取掉，如果你不取掉它是苦的哈。我们把这个水分再给它挤一下，可以增加这个柠檬的酸味。接下来把这个调好的汁儿直接拌在这个鸡肉里边。好，我们直接给它搅拌均匀，这个柠檬手撕鸡胸肉呢就做好了。好了，今天这6道鸡胸肉呢就做好了，最后一道呢，照例也给大家上一下味道。这个呢是用黄柠檬做的，非常的开胃，尤其是这个季节哈，吃起来很爽。这个你不光可以拿来拌鸡胸肉，你可以拿来拌一些什么，柠檬啊、虾啊，或者是这种柠檬凤爪都非常不错的哈。它这种酸辣味啊，像它这种酸啊，是来自柠檬这种酸，和平时吃的醋酸它真不一样。那大家做这种菜的时候，一定要挤点那种鲜的柠檬汁在里面，这样的话，这种酸味是非常丰富的。大家现在明白没有？为什么你在家做的鸡胸肉特别的柴呢？你看，通过我们今天的方法，有给它腌制的，有给它上浆的，也有让它这个小火慢慢沁煮的。其实就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这个鸡胸肉保持更多的水分，这样的话它会更加的嫩。其实烹饪呢是讲究方法的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吗？偶像。